好了，各位吃货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来聊全球10大最贵自助餐 buffet。迪拜帆船酒店只能排第2。想象一下，你端着盘子站在一堆龙虾，右手有生蚝，左手还有香槟随便喝。吃完这顿，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，感觉自己不是普通人，是 VIP 中的 VIP。看完，你可能还想立刻定位去体验一把。记得订阅加点赞，我们冲啊！第10名，日本东京 Imperial Viking Cell 自助餐。这家 Imperial Viking Cell 就开在东京帝国酒店，听到这名字就知道不简单。东京的地标之一，老派又超有气势。餐厅在17楼，窗外就是东京满满的高楼大厦。晚上灯光一亮，感觉像在云端开 party。吃饱还能假装自己是观光客，拿手机咔嚓几张。朋友看到烂，马上问：“你啥时变这么高级了？”地点100分，吃饭还能顺便看风景，划算到不行。价格嘛，单人$67，台币差不多2000多块。听到这你可能会说，啥？这样也叫贵？拜托，这可是10大最贵自助餐第10名，能挤进来已经是很绝色了。东京这种一杯咖啡都敢卖你500块的地方，$67吃到帝国酒店的自助餐，感觉像捡到路边的黄金。吃完还会偷笑，哈哈，我赚到了。但是吃的才是重点了。这家走日式西式大乱斗路线，菜多到你会想问自己，我的胃是不是该加装硬碟啊？日式有寿司、天妇罗、味噌汤，寿司鱼肉新鲜到入口就化掉，天妇罗炸的脆到像在咬饼干。西式也不输，烤牛排现场煎，香到你会忍不住多拿几块。还有意大利面、沙拉随你挑，甜点台更是大魔王，抹茶蛋糕、巧克力慕斯、水果塔摆满满。甜点控看到会直接喊：救命，这是要我胖死在这里吗？吃几轮下来，感觉不是在吃饭，是在玩味蕾过山车了。17楼的空间超宽敞，落地窗一整个亮，装潢走的是老派优雅风，桌椅排得整整齐齐，服务员笑容甜到像在撒糖，感觉自己是被捧在手心的 VIP。 墙上有点日式装饰，配上西式餐具，气氛高级，但不会让你紧张，吃起来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。重点是这地方超好拍，随手一张食物照或窗外夜景都像杂志封面。吃饱还能假装自己是王美，回家 po 文逼格直接爆棚了。进去 Imperial Viking Cell， 从你踏进帝国酒店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变身了。服务员待位超有礼，盘子拿几次都没人给你白眼，食物补的比你吃还快，完全不用怕抢不到。你可以慢慢品尝寿司的鲜，咬牛排的嫩，再喝杯果汁或咖啡，整个人幸福到像泡在温泉里。$67吃到这水准，走出去时你会觉得自己不是路人，是刚从贵族宴会散场的大咖，气场从1.8米直接冲到2.8米，走路都像在走红毯了。想去的话记得先定位，这家在东京超红，尤其周末跟假日，人多到像在抢5月天门票。上网订好再去，省下排队时间，多吃几块牛排不香吗？还有，穿着别太随便，休闲装是 OK 的啦。第9名，法国纳伯讷 Les Grands Buffets。Les Grands Buffets 躲在法国纳伯讷，离巴黎远远的，但这种低调小镇就是藏着大惊喜，惊喜到你会拍大腿说，这趟跑的也太值了。吃完还能逛逛小镇，假装自己是法国乡下的隐士吃货，超有剧情的啦。单人$70，台币2200块左右。听到这你可能会说，哎，这样也算贵？别瞧不起它，在法国这种地方，巴黎随便一家破店都敢收你100欧，这里$70吃到这种等级简直是佛心来着。吃完荷包没爆掉，幸福感倒是满出来，划算到想给老板鼓掌了。这家主打法国传统菜，菜色多到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偷偷长了3个胃。开胃菜有龙虾塔、鹅肝酱，摆得像画一样，吃下去舌头直接跳舞。主菜有烤鸭、牛肉炖菜、焗蜗牛，浓到你会觉得这就是法国味了。最夸张是奶酪台，111种选择，还拿过吉尼斯纪录。奶酪控看到会直接腿软喊，我今晚睡这里好不好？甜点也超猛，巧克力喷泉、马卡龙、焦糖布丁随你吃。吃完感觉不是在吃饭，是在开法国美食趴啦。走进去就是白色桌布满桌，金光闪闪的吊灯挂在天上，空间大到可以塞几百人，但一点都不挤，反而超有气氛。服务员穿制服，笑得像在拍广告，帮你夹盘子夹到手软，
感觉自己是被伺候的法国大爷。墙上有法式小装饰，餐具精致到不行，吃的时候忍不住挺直腰，想假装说句 Merci beaucoup， 整个 feel 超到位了。踏进 Les Grands Buffets， 你会被那种法式浪漫包围。服务员带你坐好后，美食之旅就开跑。龙虾塔一端上来，你会先拿手机拍，鹅肝抹面包吃下去，整个人都醉了。奶酪台是高潮，挑个5、6种试试，加点一杯红酒，感觉自己不是在吃饭，是在演美食电影。70美金吃到这份量，走出去你会觉得自己气质大升级，走路像贵妇，回家还能跟朋友炫。我在法国吃了一顿贵族餐，超 chill 啦。第8名，英国伦敦 Sushi Cafe 自助餐。Sushi Cafe 开在伦敦闹区，具体地址不太好找，可能要靠 Google 救命才不会迷路。这家不是什么高级酒店餐厅，而是街边小店，有点像台湾夜市里那种不起眼但超好吃的摊子。伦敦天气灰灰的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进到这家店就像找到个暖乎乎的避风港，吃饱还能逛逛街，超轻松的啦。单人80美金，台币大概2500块，这是伦敦耶，一杯咖啡都敢跟你收500块的地方。80美金吃到自助餐，真的没啥好抱怨。吃完不会觉得被抢，反而觉得还可以啦，挺划算的，荷包小哭一下就过去了啦。这家主打寿司跟亚洲菜，50多种选择，90分钟吃到饱。寿司有生鱼片、卷寿司这些老梗，鱼肉新鲜到像刚从日本海捞起来，咬下去整个感动。还有咖喱、炒面、炸物，味道有点像台湾夜市，但摆盘精致一点，吃起来多了一丝高级感。90分钟有点赶，得像忍者一样快手快脚，不然时间到你会喊我还没吃够啦，感觉像在跟时钟 PK， 刺激得很。店不大，走小而美路线，装潢简单但干净，桌椅不会挤到你想翻桌，灯光暖暖的，墙上有点日式小装饰，感觉像进了日本小酒馆。服务员很亲切，没5星级排场，但这种轻松感让你吃得超开心。进到 Sushi Cafe， 时间过得跟飞一样，服务员带你坐好，90分钟美食冲刺就开始。寿司一盘接一盘，咖喱再来一碗，吃到一半你会觉得自己是寿司界的跑酷选手。80美金吃到这份量，走出去伦敦街头冷风一吹，整个人清醒又满足，气场从路人变潮人，超有型的啦。想去的话要注意，90分钟真的不长，一坐下就冲去拿寿司，别慢慢聊，不然会后悔。伦敦天气多变，带件外套免得吃饱冻到，穿着随便点就好。这家很chill，不用穿的像要去走秀啦。第7名，美国拉斯维加斯 Bacchanal Buffet。Bacchanal Buffet 开在拉斯维加斯的凯撒宫酒店 Caesars Palace， 这地方是赌城的心脏地带，周围全是闪亮亮的赌场跟酒店，走在路上都觉得口袋要烧起来。餐厅在酒店里，进去前还会被罗马风的大柱子跟喷泉吓到，感觉像要参加古罗马 party。 吃饱还能去赌2把，或逛拉斯维加斯大道拍帅照。朋友看到会说，你这趟也太狂了吧。地点超正，吃饭顺便耍酷，爽了。价格呢，单人107美金，台币大概3300多块。听到这你可能会喊啥？107美金也太贵了啦。别急，在拉斯维加斯这种花钱如流水的地方，这价位算合理了。花107美金不止吃饭，还吃出一种老子今天是大咖的感觉。吃完荷包瘦一点，但面子赚满满，超有感的啦。吃的来了，这家有9个开放式厨房，现场秀手艺，菜多到你会想问，我是不是该带个备用位？海鲜区超狂，雪蟹腿、龙虾爪、生蚝堆成山，新鲜到咬下去像在海边度假。还有现切牛排、羊排，烤得香到流口水。旁边有墨西哥卷饼、意大利面、中式点心，吃到一半感觉自己在玩美食世界杯。甜点更夸张，巧克力喷泉、蛋糕、冰淇淋随你拿，吃完觉得不是在吃饭，是在开味蕾狂欢啦。餐厅超大，25000平方英尺，装潢走高级奢华风，灯光亮到刺眼，桌子排得像军队一样整齐，感觉像进了好莱坞赌场电影。9个厨房就在眼前，厨师忙得像在拍料理铁人，香气扑鼻到肚子先饿了。服务员动作快到像忍者，盘子空了秒收，水果汁随时补，贴心到你会想塞小费。进到 Bacchanal Buffet， 这顿饭根本是场美食战争。
一坐下，服务员说90分钟吃到饱，时间到就得走，你得火力全开冲去拿菜。雪蟹腿一根接一根，牛排一块接一块，吃到一半觉得自己是赌城的美食霸主，$107吃到这份量。吃完扶墙出去，气场从路人变大老板，走在赌城大道上还能跟朋友吹。我在凯撒宫吃了一顿，超狂了。第6名，美国纽约 Crab House Brooklyn。Crab House Brooklyn 开在纽约布鲁克林区，靠近 Coney Island， 离海边近到走几步就闻到咸咸的海风。比起曼哈顿那种人挤人的疯狂，这边有种台湾垦丁的度假感，超chill。餐厅就在热闹的 Surf Avenue 上，吃饱还能去海边晃晃，或玩几个游乐设施，拍几张照片后网路上。价格的部分，单人$115，台币大概3600块。在纽约这种什么都贵到爆炸的地方，这价位真的有理。花$115吃满满海鲜，感觉不是在花钱，是在给自己加幸福 buff， 划算到想拍手了。这家主打海鲜吃到饱，24种以上选择，什么雪蟹腿、龙虾、牡蛎、虾子、蛤蜊全都有，还有鱼跟贝类，感觉像把海底总动员搬上桌。走的是现点现做，你勾好想吃的，他们马上煮好端上来，热气还在冒的那种，新鲜到爆。尤其是龙虾，盐烤或加辣酱随你选，鲜甜到你会想舔手指。雪蟹腿一根接一根，包到手酸还是停不下来。$115，含龙虾，比基本款$80多点料，吃完你会喊，这龙虾也太神了吧！海鲜控直接沦陷了。这家走休闲路线，没5星级酒店那种高级感，但这种随性超chill。桌椅简单干净，墙上有渔网跟贝壳装饰，像台湾海产店蛋干净100倍。气氛热闹到不行，大家都在敲蟹壳、剥虾子，声音像在开海鲜趴。服务员亲切的像邻居，帮你拿工具、收空盘，还会跟你聊2句。吃的时候心情好到飞起来，随手拍张照，盘子里的龙虾蟹腿超抢眼，丢到烂群组朋友会回。救命，这也太忙，我也要去了。进到 Crab House Brooklyn， 这顿饭根本是海鲜马拉松。一坐下，服务员给你菜单，24种海鲜随你勾。第一轮端上来，你会惊呼，哇，这是要我吃到爆啊！龙虾一整只摆面前，雪蟹腿长到掉桌下，吃到手黏黏还是停不下来。$115吃到这份量，走出去你会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，是海鲜界的霸主，气场直接冲天，回家还能跟朋友炫。我在纽约吃了一顿超狂海鲜，爽翻了。第5名，瑞士苏黎世 Dodder Grand Salts Restaurant Brunch。Salts Restaurant Brunch 开在苏黎世的 Dodder Grand 酒店，这地方超狂，坐落在山坡上，俯瞰整个苏黎世市区跟苏黎世湖，远处还有阿尔卑斯山的影子，风景帅到像电影场景。酒店本身就很有历史感，气场强到不行，吃饭还能顺便看风景，吃饱再去附近走走，地点高级又chill，爽度直接爆棚了。单人$180，台币大概5700块，贵。在瑞士这种连瓶水都敢卖你$10块的地方，这价位真的有它的分量，而且还含一杯气泡酒或鸡尾酒，感觉不是花钱，是买一场老子今天超有格的体验。吃完荷包瘦一点，但满足感塞满满，划算到想给自己鼓掌了。这是周末限定早午餐，走的是高级欧式风，主打海鲜跟瑞士当地菜，选择多到你会觉得自己的胃是不是该请假1天。海鲜有生蚝、虾子、蟹肉，新鲜到像刚从湖里跳上来。瑞士部分有奶酪火锅、烤香肠、马铃薯饼，还有现做煎饼跟蛋料理，随你点，吃一口就知道是大厨的手艺。甜点更夸张，瑞士巧克力蛋糕、奶油卷、果踏摆的像艺术展，配杯气泡酒，整个心情飞起来，感觉自己是欧洲贵族了。在 Dodder Grand 的 Salts 餐厅走的是现代奢华风，落地窗外是苏黎世湖跟山景，美到你会忘了自己在吃啥。餐厅设计超有型，木头跟金属混搭，还有点北欧风，气氛高级又温馨。周末还有现场音乐，轻轻的钢琴声飘过来，随手拍张照，食物跟窗外风景都美到可以当桌布，发朋友圈逼格直接冲顶了。进到 Salts Restaurant Brunch， 这顿饭根本是贵族派对。一坐下，服务员送上气泡酒或鸡尾酒，然后美食之旅开跑，海鲜一盘接一盘，奶酪火锅热气扑鼻，音乐陪你吃，整个心情超chill，爽到不行了。
第4名，新加坡 Spago by Wolfgang Puck。Spago by Wolfgang Puck 开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，就在那个超有名的无边际泳池旁边，位置高到可以俯瞰整个滨海湾，鱼尾狮、摩天轮通通看得到。餐厅在57楼，吃饭还能顺便看风景，吃饱再去旁边拍几张完美照。朋友看到会喊：“你这是去吃饭还是去当新加坡土豪了？”地点贵气又 chill， 爽度直接满点了。单人216美金，台币大概6800块。在新加坡这种连杯水都敢卖你5块美金的地方，这价位超有理。而且这还是参考 Spago 的高级晚餐 buffet 价，搞不好还有气泡酒加持，满足感塞满满，划算到想给自己加薪了。Spago 是名厨 Wolfgang Puck 的招牌，走美式跟亚洲混搭风， buffet 多到你会觉得自己的胃是不是该开分店。开胃菜有蟹肉沙拉、生鱼片塔，鲜到像刚从海里捞起来。主菜超猛，现切美国牛排、烤羊排，还有亚洲风味的辣炒虾跟海南鸡饭。海鲜区有龙虾尾、生蚝、扇贝，随你拿，吃到一半像在环游世界。甜点更夸张，熔岩巧克力蛋糕、芒果慕斯、迷你塔摆满桌，整个味蕾像在开 party 啦。在滨海湾金沙57楼，Spago 走的是现代奢华风，落地窗外是新加坡天际线，灯光亮到你会想戴墨镜，桌子摆得超有格调。室内设计带点加州风，还有露天区能吹高空风，感觉像在拍好莱坞电影。随手拍张照，这是去哪吃这么猛的啦？走进 Spago by Wolfgang Puck， 这顿饭根本是大咖派对。一坐下，服务员可能送上气泡酒或迎宾小点，然后美食之旅开跑。牛排一块接一块，龙虾尾吃到手软，亚洲辣味刺激舌头，整个心情超嗨。216美金，吃到这水准，走出去高空风一吹，然后站在滨海湾顶端的美食天皇，气场直接冲天，爽到不行啦。第3名，法国巴黎 Ritz Paris Grand Brunch。Ritz Paris Grand Brunch 开在巴黎丽兹酒店，这地方根本是巴黎的贵族圣地，旁边全是高级珠宝店跟豪宅，走在路上都觉得自己变矮了。这酒店超有名，连戴安娜公主都住过，气场强到不行。单人235美金，台币大概7100块。在巴黎这种浪漫又烧钱的城市，这价位有它的道理。周末限定 Grand Brunch 还含一杯香槟，名字超长，它叫 Barons de Rothschild Reserve Ritz Brut， 感觉不是花钱，是买一场老娘今天超有派的爽感。这家餐厅是周末限定，菜走法式跟国际混搭，buffet多到你会想问，我的胃是不是该加装行李箱啊？海鲜有生蚝、蟹爪、虾子，新鲜到像刚从法国海边捞起来。法式有鹅肝、炖菜、烤鸭，还有现做蛋料理，煎蛋、班尼迪克蛋随你挑。黎巴嫩 mezzi、意大利冷盘、西班牙火腿，还有寿司跟点心，吃到一半像在环游世界。甜点超夸张，福岛、塔、泡芙、提拉米苏全都有，还有丽兹招牌马德莲蛋糕，配上一杯香槟，感觉自己是巴黎美食女王啦。在丽兹夏日沙龙走法式贵族风，金光闪闪的吊灯、白桌布，落地窗外是大花园，气氛优雅到你会想坐直吃饭。还有现场钢琴，音乐飘过来，感觉像在演法国电影，吃个生蚝都变成慢动作。服务员专业到不行，盘子空了秒收，香槟随时补，亲切到你会想多谢几次。进到 Ritz Paris Grand Brunch， 这顿饭根本是贵族大戏。一坐下，服务员送上香槟，然后美食狂欢开跑，海鲜一盘接一盘，鹅肝抹面包入口即化，钢琴声陪你吃，整个心情超chill。225美金，吃到这水准，走出去巴黎街风一吹，感觉自己不是普通人，是从樊登广场皇宫出来的大咖，气场从1.8米飙到2.8米，爽到爆了。第2名，迪拜 Burj Al Arab Dinner Buffet。Burj Al Arab Dinner Buffet 开在迪拜帆船酒店，号称全球唯一7星级，气势猛到不行。餐厅在1楼，对着全世界最高的中庭，抬头一看金光闪闪，像进了阿拉伯皇宫。从市区开车20分钟就到，吃饱还能去沙滩晃晃，拍几张照 po 网路上，假扮迪拜王子。价格的部分，单人280美金，台币大概9300块，还含私人接送，从你酒店再到帆船酒店，超级 VIP 的感觉。在迪拜这种贵到天边的地方，这价位很合理。
吃完荷包虽然瘪了一点，但土豪气场加满，划算了。这家主打阿拉伯跟国际混搭，buffet多到你会想升级胃容量。开胃菜有 mezzi， 像鹰嘴豆泥、烤茄子酱、法 A4、羊肉馅饼，浓到像在阿拉伯夜市吃大餐。主菜有烤羊排、鸡肉串、炖牛肉，还有海鲜拼盘，虾子、蟹脚、鱼片超新鲜，咬下去像闻到海风。国际菜色有牛排、寿司、意大利面，甜点超猛。椰枣蛋糕、巴克拉瓦、奶酪布丁随你挑，配杯阿拉伯咖啡，感觉自己是沙漠贵族了。在帆船酒店1楼的 Birds Al Arab， 走阿拉伯奢华风，金色柱子满满，红色水晶灯闪到眼花，餐具还有金边，贵气到你会想小声吃饭。正对超高中庭，金光闪闪，晚上还有烛光，浪漫到爆。服务也是专业到爆，盘子空了秒收，咖啡随时添，随手拍张照，美到像电影场景。进到 Burj Al Arab Dinner Buffet， 这顿饭根本是土豪梦。私人接送车载你到帆船酒店，卫冰茶预约超有派，坐下后送迎宾饮料，很大可能是玫瑰水，然后美食开吃。烤羊排一口接一口，海鲜吃到手软，阿拉伯风味刺激味蕾，心情超嗨。280美金吃到这水准，走出去海风一吹，感觉自己就是迪拜王子，气场飙顶，爽到不行了。第一名，新加坡 Colony Sunday Vintage Champagne Brunch。Colony Sunday Vintage Champagne Brunch 开在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-Carlton Millenia Singapore， 这家酒店开在滨海湾黄金地段，旁边是滨海湾金沙跟鱼尾狮。餐厅在1楼，进去前大厅气派到像电影场景，吃饱去旁边看夜景，超有气势的啦。价格的部分，标准版200美金，台币6300块，但是高级版698美金，22000块。啥？698美金也太夸张！别慌，这是第一名，标准版含新币228的香槟，高级版有顶级香槟，像 DOM Perignon 无限喝，是不是贵气爆棚？超值的啦！这家餐厅是周日限定，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半，走英式殖民风加国际路线，buffet多到你会想扩充位。海鲜有龙虾、生蚝、蟹脚、老虎虾，堆成山，新鲜到像现捞。还有烤牛排、羊排，肉汁爆出来，旁边有寿司、印度咖喱和中式烧腊等等。甜点超狂，司康、巧克力塔、芒果慕斯，还有现做 crepe 跟冰淇淋配香槟，感觉自己是新加坡美食皇帝。环境的部分超加分，在 Colony 餐厅走英式殖民风，贵气又有质感。落地窗外是滨海湾，灯光暖到不行，桌子超有格调。有海鲜站、甜点站、烧烤站，像个小市场，逛起来超有趣。随手拍张照，美到像广告，发朋友圈朋友会回。你这是去哪吃？这么顶的啦！走进 Colony Sunday Vintage Champagne Brunch， 这顿饭根本是贵族盛宴。一坐下，服务员送香槟，然后美食开吃，海鲜一盘接一盘，牛排热气扑鼻，香槟无限喝，心情超嗨。200美金一爽，698美金更狂。走出去，滨海湾夜景一闪，感觉自己是皇帝，气场满点，爽到飞。好了，以上就是2025全球10大最贵自助餐的完整介绍，从日本的67美金到新加坡的698美金，每一家都贵得有理，吃得过瘾。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止肚子饿，连荷包都蠢蠢欲动，我都想立刻定位去试试。吃完记得拍张照发上网，让朋友们羡慕到尖叫。记得订阅点赞，咱们下次再聊其他好玩的话题，拜拜了。